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安以轩曾和大 S 反目成仇，如今陈荣炼出事，他今后将何去何从？安以轩大家都不陌生吧？曾演过09年版的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赵敏，形象非常的生动，让许多观众特别喜欢。我们知道她在大众的视野里，她的形象都是甜美、动人、时尚的。这样一个大美女明星，其实在演艺圈里，无论是混得怎么好，也是有不幸运的时候。说到不幸，其实就是她的婚姻出问题了。我们知道，最近她的老公陈荣炼出事后，可能将要面临15到20年的牢狱之灾。那么安以轩现在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，估计是因为伤心过度，没有办法给大众一个好的说法。那么如今的她能怎么办呢？很难想象。安以轩老公把公司20%的股份给了他的前妻和大女儿，之后 CEO 的位置还被人所取代了，并且公司市值还蒸发了10个亿。这一系列的负面消息，估计已经让安以轩喘不过气了。但是作为女人的她能怎么样呢？只能带着2位孩子默默地承受着一切。所以说，一个女人嫁给一位富豪也是有风险的，因为选择一个人，不能单纯的考虑对方有多少钱财，应该想想对方能不能值得托付终身。所谓托付终身，不是说在精神上给你安全感，而是经济上也是可以的。而安以轩其实应该早就知道，陈荣炼所做的事业处于灰色产业的。既然知道，就应该早点让她的老公收手，趁早去做些合法的事情。如果早点放手这个灰色产业，那么她也是可以延续她的豪门梦。说到豪门梦，我们知道安以轩她曾暗恋过汪小菲5年，而没有胆量去表白。毕竟因为安以轩从小的教育都比较严格，加上她本人也比较单纯，所以有时候时机不对，错过了就没办法了。其实安以轩当初如果没有把大 S 介绍给汪小菲，可能她自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机会和汪小菲成为恋人。但是直到她看着大 S 和她暗恋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后，她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后悔的，导致了后来和大 S 反目成仇。并且安以轩还曾公开场合质问大 S 为什么不给她一个好的说法，而最后她只能当一位伴娘。虽然如今汪小菲和大 S 是分手了，但是现在她的老公陈荣炼出事了，也不可在这个时候再想汪小菲的事情了，毕竟暗恋也只能是曾经。所以她将要面对的问题是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。我们可以想象，陈荣炼出事后，估计对他要继续回到演艺圈工作的事业是有冲击的。毕竟没有多少导演用家庭有负面新闻的女明星，那演艺事业不行，是不是只能重新嫁人呢？而她如今和陈荣炼也育有2个孩子，如果再找一个对象，也不是没有人喜欢。因为安以轩虽然40岁了，但是身材脸蛋还是保持着20岁的样子，所以作为一位女明星，肯定要求不低的。但是孩子怎么办呢？不可能分手孩子嫁人吧？所以说女人有了孩子，其实再嫁也没有那么方便。这样说她真的无路可走了吗？其实也很难讲。不过每个人的选择也是不同的。对于安以轩而言，选择了一个100亿富豪做老公，也是需要承担从高处跌落低谷的难处。不过我相信安以轩一定能走过这个坎，重新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。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